御装置を起動する。ガンダム起動。Confirmed. APC is up and running. 欢迎来到 KingLab 玩具实验室。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DX 超合金横滨钢弹。这台横滨钢弹呢，原本是采取魂商店抽选贩售的形式贩售。另外呢，在一开始在贩售的时候呢，其实就有预告说，未来呢可能会在横滨钢弹工厂做一般贩售。那后来在12月23号当日呢，的确呢有一般贩售，只不过呢开卖大概1-2个小时呢就全部卖完了。那后续呢也不确定是否会不会再补货。那如果呢想从日本运一台回来的话呢，重量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一台呢连同外盒呢总共快9公斤重，所以呢如果要运回来的话，那个运费成本呢也算是蛮高的。不过啊，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台横滨钢弹，所以呢就特地请人运了一台回来。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这台 DX 超合金横滨钢弹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首先是外盒的部分。那这个外盒呢真的是非常的大，我的背景纸啊都差一点不够用了。正面呢跟反面呢都印有不同的图案。打开包装了以后呢，会发现其实盒子大部分的体积呢全部都是拿来装格纳库。那这个格纳库呢真的非常的大，最下面这一层才是钢弹的本体的地方。那这台钢弹的本体呢，官网写大概快40公分左右，所以呢它也算是蛮大一只的。那再来呢，我们来比较一下它的大小。首先呢，我们拿出 Roba 魂的横滨钢弹来比较，可以发现哇，这个身高呢差了非常的多。那再来呢，则是一般的超合金钢弹。那这个超合金钢弹呢，大概呢只有这一台的大概1/3左右吧。最后呢，则是1:48的组装横滨钢弹。那可以发现呢，两台呢大小其实几乎差不多，只不过 DX 超合金还是比它看起来稍微大一点点。所以啊，如果你只是想要一台很大的钢弹的话，个人呢会比较推荐买1:48的组装模型，毕竟呢价差也差了快10倍。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本体的部分。那可以看到呢，本体呢上面有非常多的一些预先印刷的一些图案，然后以及呢分色的部分。此外呢，这台钢弹呢，它的发光的部分呢其实也非常的多。头部的话呢，眼睛跟额头，然后呢再来是呢肩膀的部分，这边也有灯。胸口这个散热器呢，这边也有灯，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就是它的驾驶舱的部分。这个驾驶舱呢是可以打开的，打开后面呢可以露出呢这边还有一个驾驶员的人偶。那这个驾驶员的人偶呢，中间也是有灯会发光的。然后最后呢，则是膝盖的这边也有一个灯，只不过呢可以控制的灯效呢仅限在这个胸口的部分，那其他地方呢只是单纯用电池以及呢开关去切换而已。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灯效的部分。那这个灯效的部分呢，它的主体的开关呢是在后方这个背包的部分，所以在使用上呢，我会比较建议呢，先把它的背包卸开，然后呢，这边有一个绝缘片，所以到时候呢，把它抽出来以后，纽扣电池都有内建的。那在这边呢，可以看到开关的部分。那这个开关呢，总共呢，它有分成2个模式。最左边这个呢是模式1，是让你用格纳库呢去做红外线遥控的。那在右边的部分呢，则是模式2。那这个模式2呢，则是给你用手动开关切换的。那这个开关呢，就是跟透明的杆子。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手动展示的话，我们就把开关呢切换到模式2。切换到模式2了以后呢，这个是一个轻触开关，所以按下去了以后呢，就可以发光。好，那我们就先按一次看看。按下去了以后，会发现，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发亮。可是实际上呢，把这个驾驶舱打开，就会发现里面呢，这个驾驶员的部分呢，灯光区域呢就亮了起来，这是一个比较不明显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再按一次开关，灯光就会熄灭。然后再来呢，我们在按第2次的时候呢，钢弹的头部、额头呢，以及胸口部分呢，这边呢就会发光，而且呢，灯效看起来非常的强烈。这一点呢，我觉得比一般的超合金钢弹表现呢要好非常多。再按一次以后呢，灯光就会熄灭。然后呢，按第3下的时候呢，它就会开始轮流闪烁。那这个闪烁灯效呢，是在横滨钢弹表演的其中一段。那后续呢，我们会看到它之后完整的效果。最后的灯效呢，则是呢眼睛呢会变成绿色的部分，并且呢所有的灯都会点亮。
那这些灯效呢，大概维持一段时间以后，它会自己关闭。只不过呢，肩膀呢以及脚部的部分呢，它的灯呢就必须要自己用手动开关关掉了。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肩膀的部分。那肩膀的部分呢，这边有一个小开关，然后呢就把它打开。打开了以后呢，左肩的部分呢会亮红灯，右肩的部分呢则是亮绿灯。那你可以看到呢，现在主体的灯光呢已经自动关闭了。接下来呢，则是膝盖的部分。那这个膝盖的部分呢，它的灯效呢是装在装甲这边的，所以呢，把灯打开。那一样呢，所有左边的灯效啊都是红色。最后呢，则是右边膝盖的部分。那这边右边膝盖呢，一样呢是绿灯。到这边呢，你就会发现呢，所有钢弹的灯效呢都已经点亮了。那只不过呢，这个只是最基础的灯光而已。那后续呢，还是要靠格纳库呢，才能展示这个钢弹所有的声光效果。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可动的部分。首先是头部，头部呢是没有办法做360度的回转的。那只不过呢，上下的角度呢，看起来基本上还 OK。再来是肩膀的部分。那肩膀呢，是手臂是没有办法做180度平举的。那同时呢，这一个圆圆的部分呢，也很容易掉。我在搬的时候呢，基本上已经掉了非常多次。然后呢，手臂的关节的部分呢，这边都有做齿轮结构，所以呢，它在转动上面都会非常的牢固。那手臂这边呢，是可以做360度旋转的。同时这边一样有双重关节，只不过呢，就没有办法让它完全并拢。再来是手掌的部分。那这个手掌呢，跟1:48组装模型呢是采取一样的可动手，所以呢，在这边呢，所有的指节呢可以活动。那在手掌的这个部分呢，有一个固定武装的卡槽，所以到时候在握持光束步枪跟光剑的时候都会比较牢固一点。那这个设计呢还是蛮不错的。再来呢，则是腰部的部分。那这个腰部部分呢，一样可以做平转，只不过呢，旋转脚步呢还是会比较有限一点。那一样呢是采用齿轮结构。那弯腰的部分呢，幅度呢基本上呢就不大，可以说几乎完全没有。胯部的部分呢，这边裙甲呢都可以往上展开。那这边的关节呢都是合金关节，并且呢可动度呢看起来还算是蛮高的，可以做到抬腿，抬腿可以做到几乎90度。然后呢，在折弯膝盖的时候呢，这边呢一样也会有做一个滑动装甲的机构，同时呢这边也有类似油压杆的装饰，而且呢这边也是金属的部分。膝盖弯曲的部分呢，大概呢可以做到这样。最后呢，则是脚掌的部分。那脚掌呢，这边呢上下呢都有可动度，并且呢一样呢采用齿轮关节。脚掌左右呢也可以做左右摆，所以接地力呢算是蛮好的。只不过呢左右关节非常的紧，所以呢在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背面。那背面呢，这边呢有2支光束军刀，光束军刀可以拿下来，并且呢，在这边呢一样会有固定用的卡榫，可以跟刚刚的手掌做结合。喷嘴的部分呢，这边都有可动度。那下面这个透明零件的部分呢，这个呢就是呢红外线的接收器。所以呢，如果呢会使用一些像是程式控制板的朋友们，那就可以用红外线接收器呢去拦截它的讯号。到时候呢，就可以用自己的控制器呢来控制这台横滨钢弹的特效。在胯部这边呢，有个翻转结构，往下压呢就可以翻过来。那这边呢就可以连接光束步枪的连接件。好，在膝盖内侧这边呢，都可以看到油压杆的一些装饰，效果呢还是蛮好的。再来呢，额外配件的部分呢，这边有一个大盾牌，以及一把光束步枪，然后呢2支光束军刀的特效零件。那这个零件啊，看起来真的蛮像筷子的。光束步枪的部分呢，这边的后半部呢可以做展开，然后呢，第2握把这边呢一样有可动度，可以做旋转。瞄准镜的部分呢，一样呢可以做旋转。再来是盾牌的部分，那盾牌部分呢，这边有一个跟手臂连接的扣具，以及呢供手把握持的这一个握把，那可以安装在钢弹上面。本体呢装上盾牌跟光束步枪了以后呢，还是可以摆出一定程度的 pose。以大比例模型来说呢，这样的可动度呢，我个人呢已经觉得蛮不错的。好，再来呢，我们把它的装甲先卸除看看。那有一些装甲是不能拆的，那只有像是头啊、肩膀啊，然后以及后裙甲，以及呢脚掌的部分，那这些的装甲是没有办法拆除的，那其他都可以拆。
那这些拆下来的装甲呢，是等一下呢是可以装在格纳库的左方，那这一点官方呢倒是做的蛮不错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重头戏格纳库的部分。那这个格纳库的部分呢，基本上呢就非常还原了。比起 R 魂啊 ，R 魂那个格纳库支架看起来真的非常的随便啊。那这个橘色走道的部分呢，总共有短、中、长3个长度，并且呢，这些走道呢都是可以做旋转的，所以呢，你可以重现呢钢弹呢准备出击的样子。后面呢有一个巨大的支架，那这个支架呢后面呢是有升降结构的，所以呢后面这个按钮你把它压住了以后呢，你就可以调整它的上下。再来呢，我们把格纳库这一格打开了以后呢，会发现一个开关以及呢放电池的地方。那格纳库本身要用3颗3号电池做驱动，只不过这个电池呢必须另外购买。再来呢，格纳库这边呢会有2个小灯，那这个2个小灯都是可以做旋转的，只不过呢旋转角度有限，要注意呢不要把它扳坏了。格纳库的右方呢上面有挂架，那个挂架呢可以让你挂武器上去。至于格纳库的左方呢，则是可以把钢弹呢全身的装甲都把它装在上面。所以到时候你在展示的时候，你就可以展示一个只有骨架的钢弹。那最后呢，则是呢这个格纳库最重要的功能，前方呢有4个按钮。那这4个按钮呢，分别可以控制不同模式的钢弹的灯效以及呢音效。第一个按钮按下了以后呢，会播放大概7分钟左右的钢弹启動实验。那这个效果呢，会持续非常长一段时间，我们就截录让大家看看就好。見学をされる方は係員の指示に従い安全な場所へ移動してください。これより RX78F00 ガンダムの起動実験を開始する。総員配置についてください。繰り返す。総員配置についてください。コックピットハッチ閉じます。コックピットハッチ確認。ガンダム起動。那按下按钮了以后呢，本体这边因为呢我们的场地底下这边有2个红外线的发射口，本体收到红外线讯号了以后呢，本体的光效呢也会做一个联动。再次按下按钮了以后，就会跳到下一个片段，所有片段播放完毕了以后呢，就会从头开始播放。第2个按钮呢，则是会播放主题曲的部分。第3个按钮呢，可以控制前方这2盏小灯的灯效。最后呢，第4个按钮呢，可以控制钢弹本体的灯效。那这边呢，就跟刚刚直接按本体的按钮是一样的。效果展示出来呢还是非常好的，并且呢，如果你真的有到横滨现场呢去看钢弹的话，你应该会觉得这个其实还蛮还原的。那当然呢，因为这台钢弹呢是没有什么电动机构的，所以钢弹就只能站着，没有办法重现钢弹的一些移动啊，或者是蹲下啊，或者是挥手的一些动作。当然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啊，但是如果真的要做全可动的话，那这个价格呢肯定呢就不止10万日币了。最后呢，我们来说说感想。那这台钢弹呢，大家也知道它非常的贵，但是呢，贵呢还是有贵的价值。首先，这个音效呢跟光效看起来呢还是非常豪华，只能说啊，它真的有对得起 DX 的价格。当然啊，如果你是跟我一样，你非常喜欢横滨钢弹的话呢，我还是会非常建议呢，可以买一台回家放着。这样子呢，就算不用飞到横滨，也可以在家里呢就可以看到横滨钢弹演出。个人觉得还是蛮感动的。
那当然这台钢弹呢，其实它并没有收录像是水星的魔女啊，或者呢像是 Seed 一样的一些特别演出的部分。所以呢，如果后续还有时间的话呢，我也在思考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使用自己的控制板来控制呢这台钢弹的灯效跟光效，这样子呢应该可以增加更多的可玩性。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十分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那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这台钢弹啊，真的非常的贵啊。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频道。那这样未来呢，我们才有更多好玩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